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努，欢迎来到想想实验室。这里有好多听了就会考试100分的故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一个在秘鲁发现的，很可能是外星人曾经存在地球上的证据——帕拉卡斯头骨。最早发现这些长形头骨的人是一位来自秘鲁堪称考古学之父的 Julio Tello。 他在1927年左右在秘鲁的帕拉卡斯地区发现了一个豪华大型的墓葬区，据说那里埋葬的西元前800到100年之间的当地人。在那里 Julio 发现了很多木乃伊，他打开这些木乃伊之后，看到他们都拥有一个长形的头骨。透过检测估计，这些长相特殊的木乃伊至今大概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他们除了长相奇怪之外，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有些木乃伊被埋在深度900公分左右的地方。你们听到这个900公分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又不是9万公分。其实900公分超深的这个深度已经比我们台湾墓葬最严格的深度规定还要再多8倍几乎可以叠4到5个棺材了，是不是很深？你以为这个头骨只有秘鲁出产吗？其实没有，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这种长形头骨，但因为这种长形头骨很难解释的特殊性，挑战到了传统的考古学，所以每次只要一出现质疑的声音，就会让许多的专家们跳出来说这只是古代人的习俗啦。甚至有些专家会把研究这种长形头骨当作是一个禁忌，完全无视长形头骨各种奇怪的特征，也拒绝回答，就只是一直回应那些质疑的声音，说这些东西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专家们耐人寻味的态度，就让许多的外星生物创造论支持者或是怀疑论者认为，这些头骨的存在间接证实了我们熟知的人类历史都只是个谎言，也导致这些传统的研究结果一直不断的被挑战跟质疑。当然，专家的观点也是没错啦，的确是有很多地区的古代文献记录，他们会用各种方式让小孩的头型长一点，大概就像台湾一样吧，常听到老一辈人说小孩要侧睡，这样头才会圆才漂亮。可能他们那时候最 fashion 的装扮就是长头人，所以长辈就会跟小孩的父母说，把小孩头绑起来，这样头越长才会越漂亮。没有啦，我只是在讲干话。话说回来，我其实可以理解专家的说法，因为从古至今，人类也的确是很爱搞一些莫名其妙只是为了漂亮的自虐行为，例如裹小脚呀，把脖子弄得超长耳洞弄得超大之类的。但是这些都还算是一个区域或者是一个国家的流行，这些流行并没有扩大范围到全世界。但这个长头人的流行文化可是让世界各地的人类都超有默契的尬广跟上这就让我很好奇，所以他们到底是想学谁？到底是哪个伟人头长得这么长，让大家觉得这真的是太潮了，导致全世界大流行？拜托，这又不是 COVID-19， 这是自发性的搞自虐但莫急莫慌莫害怕，因为我们的救星出现啦！有一位叫 Brainforster 的研究者出来解救了大家的好奇心。他曾经接受访谈的时候聊到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帕拉卡斯头骨，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好吧，既然你们这些考古学家都不研究不然就我来吧。所以他亲自出发到秘鲁，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除了仔细研究当地的帕拉卡斯头骨之外，还努力的跟秘鲁政府协商，想要检验这些头骨，并且找到当地的考古学家合作，最后才终于得到秘鲁政府的同意，从这些长形头骨里面取出58个样本，分别送去几间加拿大跟美国的大学实验室里面做检验。而且他们为了避免影响检验结果，还对实验室里的人保密到家，所以基本上实验室里面的人通通都不知道这些样本是来自于帕拉卡斯头骨。最后在2014年的时候， Brainforster 公布了长年以来的研究结果，而这个结果震撼了整个考古界。这些样本里有部分 DNA 跟目前所有已知人类的 DNA 完全不相符，所以他们评估这个变形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基因导致的。也就是说，他们一出生就是这个头型了。OK， 所以我误会人家长辈了，长辈没有叫他们把小孩的头绑起来比较漂亮。OK，I'm sorry。
根据这些结果看起来，要么这些长形头骨是外星人的头，要么就是他们是另一个从来没发现过的人类物种。光是这样就已经完全的挑战了传统的考古学跟我们熟知的人类历史，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专家都不想研究的原因吧。但你以为就这样了吗？没有哦。另外，还有些样本的线粒体 DNA 序列跟在美洲发现的任何母体单倍群都不相符，这样的结果就代表有些头骨根本不是美洲的本地人，是外星人。没啦，开玩笑，研究团队没有这样讲，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线粒体的 DNA 序列更常出现在欧亚大陆比较靠近黑海的区域。这个发现最让人觉得神秘的点是，那个区域也就是欧亚大陆靠近黑海的那个区域，曾经发现过世界上最大的长形头骨。更有趣的是，你们记得吗？那个传说中闻名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在欧亚大陆上哦。而且你们知道黑海跟秘鲁的距离有多远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秘鲁在哪里，再来看一下黑海在哪里。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之前就有能力横跨各大洲迁徙。Bryn Foerster 还检视各种可能的迁徙路线，他假设这些长头人可能是从黑海航行到地中海，然后再进入红海，接下来顺着洋流，借着赤道的逆流到达太平洋，然后船就可以顺着这个海流到达厄瓜多尔的海岸。如果这些长头人在那边稍微等一下，等风向改变，他们的船就可以顺着风向吹到秘鲁的沿岸，也就是最大的帕拉卡斯海湾。当时那边还没有很多人居住，所以看起来应该很安全，他们就落脚了。但他们在躲避什么？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在做另一支影片，分享一个古代埃及王朝被灭绝的政治斗争故事。这些头骨有很多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体积比现代人类的头骨平均体积还要再大 25%， 重量重 60%， 脖子也比我们长，眼睛的孔也比我们大一点。还有，通常我们脸上会有一些小孔，我这边先补充一下这些小孔的作用。这些小孔是让营养、血液、氧气等运输到脸上，预防你的脸色发白。因为我们的脸距离脖子主要的循环系统很远，所以需要这些小孔导流。但这些长头人的孔，他们是长在脑袋后面的，而且有些头骨没有矢状缝。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矢状缝的主要作用。它是人类生产跟长大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工具，它可以让我们的头部保持伸缩性。举例来说，当小孩的头要通过妈妈产道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稍微变小一点点，这样会比较好通过，保护妈妈也保护小孩。另外，在小孩成长过程中学走路的时候也很容易撞到头，所以矢状缝会让我们的头骨存在弹性的作用，可以保护小孩的脑部。所以帕拉卡斯头骨没有矢状缝是一件非常反人类的事情因为这个设计的存在对于人类活下来这件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这个缝来保护我们的话，说不定就会造成灭绝哦。没有啦，我开玩笑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相信，觉得我们人类的历史要重写了，可能也有人会质疑样本可以作假啊。但我觉得开放心态很重要啦，大家不要起争议。任何研究都是需要假说验证这个过程嘛，对不对？就像以前常常听到一天只能吃1颗蛋，不然会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近几年也是被推翻了啊。而且这些研究还有一个超有诚意的地方， Bryn Foerster 的整个团队他基本上都有录影记录全程，团队中也有很多考古学家跟专家在现场参与，他们也都是全副武装，防止任何污染到样本的可能性。而且他还有研究很多其他的古文明。总之他就是一个超级热爱古文明的研究员啦。无论你相信或是反对他的论点，那些影片我都觉得蛮值得一看的。我会把他的 YouTube channel 的连结放在描述里面，他拍了超多的古文献跟古迹的研究影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如果你问我的想法，我这个人天生比较反骨一点啦，所以我是打从心里 100% 心存感激这些人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热情的研究者，我们可能一辈子都只能被正式传统的教育灌输各种知识跟观念，对吧？
如果只能接受这些所谓权威给的知识跟教育，你们不觉得也蛮违反人性的吗？人类之所以会进步，都是因为这一代不听上一代的人的话。所以这些挑战的论述，无论最后有没有办法证明外星人的存在，都已经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野去看待这个世界。相信各位为什么小队员们也都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好奇的啦，对吧？应该是吧。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订阅、点赞、分享，下次见，拜拜。